我和姐姐同一天出嫁，但揭我盖头的却是我的姐夫。我才知道，姐姐和我的心上人暗度陈仓，偷偷换了花轿。姐夫眼睛不好，身子也不算强健，性格温和又绵软。他温柔地告诉我：“你别怕，活不了多久，你再忍忍。”后来我才明白，所谓的活不了多久，他说的其实是我那心上人和姐姐。我和姐姐是双生姐妹，长得差不多，容貌8分相似。姐姐性格火辣，张扬明媚，而我则安静温和，寡言少语。去年的时候，圣上下了2道婚旨，安排了2桩婚事。姐姐嫁给景王，我则许给了朝廷新贵顾长风。姐姐从小就特别要强，什么事都要争个第一。我没想到她竟然在婚事上也敢如此大胆，做出这样的任性决定。眼下春天已经有些燥热，我却像是坠入了冰窖。景王就坐在对面，如果他发现我不是姐姐，恐怕明天沈家的命运就彻底断送了。欺君之罪不仅仅是流放那么简单，满门抄斩也是轻的。我不敢让任何人知道真相。姐姐虽能任性，但我做不到。等到所有人都退了出去，我犹豫着起身走向景王行礼，给王爷请安。景王虽然看不见，但他或许能听出我和姐姐声音的差别。果然，他顿了顿：“你的声音。”他记得姐姐的声音，那是定亲之后他曾2次来过沈家时听到的，可能是染了风寒，声音有些变化。我连忙找理由，心跳加速，不敢多言。景王似乎并没有多疑，微微点头：“那早些歇息吧。”我心中如擂鼓，脑海中飞快想着如何糊弄这个新婚夜。我已派人回家告诉父亲，但还未等到家里人的回复。在此之前，我万万不敢让景王察觉新娘已换了人。景王起身，我走过去扶着他。他身高出众，容貌也是1等1的俊美，但可惜去年突然生了一场重病，其后便失明了。其实，若非他失明，像他这样的风华男子，怎么也轮不到我沈家的女儿。当然，若不是他失明又失宠，姐姐也不会宁愿冒险也要换亲。我自己可以。景王朝我笑了笑：“你晚上没吃吧？我让人给你煮了些面条，你且吃些。”我垂下头应了一声。他洗漱得很快，也没有我担心的碰到什么东西之类的事发生。不久，他穿着月白色的中衣出来，发丝散乱，站在跳动的烛光下，宛如清风朗月，气质高贵非凡。我不明白姐姐为何要换亲。景王虽失明，可他毕竟是王爷啊。顾长风在前程似锦，也不值得让他为此赌上整个沈家的未来。面条味道如何？景王坐在床边，竖起耳朵找我的方向。很好，我低头答道，心中一紧。景王微微颔首：“你今天怎么这么安静？”我的心一跳，随口编了个理由，大概是环境陌生，我有点紧张。他偏了偏头，似乎在思索什么。景王问我：“今日家中婚事进展顺利吗？”“顺利的。”我放下筷子：“王爷，我去洗漱。”我几乎是逃入镜似的，心跳得更厉害。总觉得景王聪明，随时可能发现我不是姐姐。如果他发现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在镜室里磨蹭了很久，出来时，景王靠在床头，听到我走动的声音，他朝我看过来。我脚下一滑，踢到了脚凳。景王凝眉问道：“脚踢到了吗？”我捂着脚，忍着眼泪，正想回应时，却在下一刻被他轻轻抱起。我惊呼一声：“王爷！”他将我放在床沿，轻轻捧起我的脚。“哪只脚？破了吗？”我心跳加速，急忙缩回脚来，但他却开口了：“需要请大夫吗？”景王的问话让我突然脑袋一转，立刻接道：“要。”他轻轻笑了下：“好，我马上请大夫。”我将脚收回，景王也起身坐回床边，沉默了一刻，他忽然问我：“你怕我？”我感到他语气中有试探的意味，我赶紧摆手，心里暗想他看不见，便道：“王爷，您是出了名的温和，我怎么会怕呢？”他挑了挑眉，表情有些意味深长。比如，他追问。我愣了愣，没想到他会追问下去，忙回答道：“记得有次在战河园吃饭，伙计不小心把汤洒在您衣服上，您不仅没有生气，还反过来安慰他。”他偏了偏头，若有所思：“那天你也在？”“没有，没有。”我慌忙否认：“我只是听说的。其实那天我就在场，而且发生了些不愉快的事，只是不能说。”外面回禀大夫已经来了。景王盖好被子后，请大夫进来。大夫看了一眼，说不严重，静养几日就好。的确不严重，当时只是有点痛，但我还是犹豫着，想要憋些病痛，好拖过今晚。没等我开口，景王就说：“赵院正，给他上些药包扎一下吧，天气热，有伤口就容易入外邪。”我愣了一下，没想到他竟然这么敏锐，像是知道我心里在打什么算盘。赵院正包扎完后，叮嘱我：“伤筋动骨100天，娘娘这些日子要好好休息，莫要用力，以免伤到筋骨。”景王也接话：“辛苦了，改日请你喝茶。”不敢。赵院正匆匆告退。我看着被包得像粽子的脚，哭笑不得。受伤了就早些歇着。景王帮我整理好被子，我睡软榻去，免得碰着你的脚伤了筋骨。我错愕地看着他，心情复杂。这一夜我几乎一夜未眠，思考着各种借口，想着不去宫中的理由。然而没等我开口，景王先说：“你受伤了，行动不便，一些繁文缛节就免了吧，不用去了。”所以昨晚从我碰着脚开始，他就想好了后面的事。但他到底为何这么做？
这让我对景王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。有了受伤的借口，父母和兄长都赶来了。景王客套了几句，便找了个借口离开了。沈婉惜在太胡闹了，父亲气得不轻，怒目瞪着母亲：“都是你惯的，无法无天，行事不顾后果。”母亲一脸委屈，攥着帕子低声啜泣。互相指责也解决不了问题。我叹了口气：“姐姐那边怎么样了？”母亲低声道：“木已成舟。”我揉了揉太阳穴，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。二妹，兄长神情复杂，哥哥知道你心悦顾长风，可如今这种情况，若是硬要换回来，将来一旦东窗事发，我明白，姐姐和顾长风已然有了夫妻之实，再让他回头去做景王妃，也欺人太甚。换位思考，我若是景王，也不会放过神父，只能将错就错了。我无奈叹息，母亲抱着我低声哭道：“这就是命。”父亲却拍桌怒道：“什么混账话！景王虽然失宠，可他到底是王爷，能差到哪去？”我帮母亲擦眼泪，她哭的其实是我的情谊。她觉得我是被亲姐姐和心上人一起背叛了，命苦，所以才劝我认命。说不气，那是假的。所以明日回门，我定要亲口问个清楚。送走家里人，景王直到夜里才回来。我正打盹，一时没察觉，他站在床边轻唤：“夫人。”我坐起身来，揉着眼睛：“王爷回来了，用膳了吗？”他松了口气，露出一丝笑意：“还没呢，夫人陪我一起。”看他心情似乎不错。饭菜上桌，他问我合不合口味。我和姐姐的口味相近，都爱清淡，但姐姐喜欢羊肉，我却挑嘴不爱吃肉，只偏爱鱼虾。今晚桌上既有羊肉也有鱼，我夹起羊肉尝了尝，笑着道：“很好吃。”这是我第二次吃羊肉，第一次大概4、5岁，一口吞下，又立刻吐了，自此不肯再碰。我怕再吐，赶紧吃点别的压一压，好在这次没出岔子。正琢磨着要不要学姐姐大快朵颐时，外面传来噔噔的脚步声，随即一个小小的脑袋从门口探进来，黑亮的眼睛滴溜溜的转，满脸好奇地打量着我。“你是七殿下？”我笑着问。七皇子是景王的亲弟，今年4岁，和景王相差14岁。他们的母亲是惠妃，早年便陪伴圣上，如今虽不受宠，但因有2个儿子，在宫中地位仅次于皇后。“你就是我二嫂。”七皇子奶声奶气地道。“二嫂，你好漂亮啊！”我刚想说话，景王轻咳了一声。七皇子赶紧收敛了神色，后退2步，规规矩矩行礼：“容寒请嫂嫂安。”我回了个脸。七皇子理所当然地留了下来，一起吃饭。他话特别多，叽叽喳喳，古灵精怪。“二嫂，什么是成亲？”七皇子眨巴着眼睛，一脸天真无邪。我一愣，他已经自顾自地拿出标准答案：成亲就是成天亲亲。说罢，他还撅着嘴，一副我懂了的表情。“你们亲亲了吗？”空气瞬间凝固，我脸腾得红了，余光瞥见景王，他似乎也怔了一下，耳尖微微泛红，气氛一时有些尴尬。怎么和嫂嫂说话的，目无尊长。景王敲了敲桌子，七皇子瞬间垮了小脸，一副委屈巴巴的样子。我连忙打圆场：“没关系，孩子嘛，估计是哪儿听来的笑话罢了，不能惯着他。”景王淡淡道：“不然他知道你好，天天来缠着你。”我看着七皇子那双无辜的大眼睛，忍不住笑道：“自家弟弟，缠着便缠着吧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你对我好，我也对你好。”七皇子扑到我怀里：“一家人？”我一愣，脸颊微微发烫，红着脸看向景王，他正垂眸喝茶，眉眼间皆是笑意。七皇子死活不肯走，非要拉着我下棋。景王终于忍不住了：“我们要休息了。”七皇子撅着嘴，一边往外走，一边嚷嚷：“二嫂，二嫂，你们记得亲亲啊！”景王飞快地捂住他的嘴，我忍俊不禁。景王回来，在桌边站了站，声音有些不自然。他向来口无遮拦，你别介意。不会，童言无忌。我低声道。景王侧头看了我一眼，嘴角微微扬起。那我们早些歇息吧。我们歇歇，一起吗？我心头一紧，立刻起身，气息微乱。那我让人来铺床。景王笑而不语。我顿时反应过来，误解了他的意思，羞得手足无措。这一夜，景王仍旧睡在软榻。第二日一早，我拆了脚上的布，下人见我脚好了，皆称神奇。其实我本想再装2天，但天实在太热，便索性作罢。上午，景王陪我3朝回门。我父亲身居吏部3品，是人们口中的寒门贵子，为人清廉耿直。沈府不算大，只有6个下人，且都是信得过的，因此倒不怕传出什么流言。我进门时便见到了姐姐和顾长风。姐姐对这件事毫不在意，顾长风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他，与其4个人都痛苦，不如成全我们。反正木已成舟，你们要换回去也行，但后果我可不承担。父亲气得抄起戒尺就打，姐姐脾气暴躁，当即怒了，抄起茶盏花瓶乱砸一气。凭什么好事都是沈婉如的？他是王爷又怎样，能掩盖得了他是个瞎子？少跟我提欺君之罪，我不怕死，谁怕谁自己兜着去。他说完，冷冷盯着我，顾长风喜欢的人是我，你就算嫁给他，他也不属于你。住口！我抬手给了他一耳光，压着声音怒道：在你眼里就只有男欢女爱，家里人的性命都可以不顾。我抓住他胳膊往外拖，你既然不怕死，
那我们现在就去找王爷，将话说清楚，是杀是剐都凭他做主。我不去，你放手。姐姐怎么可能不怕死？她可是连梦到自己死了都怕到要哭一场的人。正闹着，忽然院门口兄长陪着景王进来了。景王停在院中，问道：夫人，你怎么了？我捂住了姐姐的嘴。沈婉歇，你再嚷一句，让王爷发现端倪，我现在就杀了你。姐姐被我的表情吓住，我将姐姐推开，抚了抚裙子，去院中迎景王。我没事，妹妹和妹夫拌嘴呢。没事就好。景王松了眉头。我扶着他进正厅，一抬头正对上顾长风的目光，他盯着我正扶着景王的手，眉眼间竟有些失落，仿佛我才是那个失信的人。大家各自坐下，除了姐姐，每个人都很努力的在聊天，所以气氛还不错。顾大人还在翰林院？景王随口问道。是，杨阁老的意思让我先积攒2年经验，在外放出去历练。顾长风的语气有些骄傲，历练2任便就能回京了。我垂眸喝茶，顾长风确实可以骄傲，他是状元及第，当朝新贵，又拜在首府杨阁老门下，只要他不犯错，10年后的朝堂必有他一席之地。甚至朝中还有传闻，杨阁老打算培养他做接班人，这也是姐姐看中他的原因。比起闲散王妃，权臣的妻子更有地位。但我现在觉得，以顾长风的脑子，他做不了权臣，也不会有多高的成就。不错，景王颔首道。王爷呢？近期可有什么打算？顾长风问道。圣上要修葺祭台，历朝历代都是皇子监工，不知王爷可上书请愿了？气氛立刻冷下来。姐姐冲着我得意地挑了挑眉。我是瞎子啊？景王漫不经心，什么都做不了，好好休息才是主要的。顾长风扫了我一眼，意味深长地接话：也是，王爷该多休息。我打断顾长风的话，问景王：王爷汤闲吗？景王挑眉，立刻知道了我的意思，含笑道：我不闲。那就是妹夫闲吧？我似笑非笑地看着顾长风。我说闲，当然是清闲的闲，闲得管别人的事。顾长风的脸腾一下红了。景王勾了勾嘴角，眉眼间竟有些隐隐的得意。他偏着头和我低声道：夫人，我想吃鱼。好。我专心给景王挑着鱼刺。他托着腮望向我这边，虽看不见，但他表情倒是很惬意。姐姐不敢说话，顾长风闷头喝酒。这鱼不错，景王道。我忽然觉得景王似乎并非像他表现的这么端肃。用过膳，我回房去取东西。等从小院出来，便看到顾长风立在那棵正葱郁的桃树下，看见我，他面色怅然。阿如，对不起，我不想和他多言，绕开走。我是喜欢你的，但不管怎么样，错已形成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他追着我解释，你要我怎么补偿你都行。我停下来看着他，我要你立刻以死谢罪。他怔住，那你就好好闭上嘴，将这顶欺君的帽子藏好了。我不再看他，穿过小径去了前院。对于顾长风，订婚后我曾心动过，他有才华有容貌，又说心悦我。那些长夜难眠时，我也曾悄悄幻想过我和他的未来。可那薄薄的情愫，在前夜盖头揭开的一瞬，便化成了乌有。有的人不值得。夫人，景王站在门口正等我，我快走了几步，他冲着我伸出手，要我牵着他。你家的路我不熟，有劳夫人了。我牵了景王的手，一起往外走，走得很慢。景王心情似乎很不错。回城时，不知为什么，单人的轿子变成了马车。景王和我解释，轿夫家里有事，我让他们回去了。景王府没有轿夫，神府有啊。心里的念头一闪而过，我笑着应是。脚蹬在哪里？景王站在车边，车夫和随车的帽檐像木头似的，竟一动不动。我只能上前扶着景王上车。景王心情很好，路上还买了糕点。我见他心情好，于是试探地问道：王爷，您被人骗过吗？如果有人骗你，你会怎么样？分人分事，他道。如果是不熟的人，骗的又是了不得的大事。景王云淡风轻，那定要让对方付出代价。哦，我吓得捏碎了糕点。我想到临走时母亲和我说的话，趁着王爷没有发现前生个孩子，到时候他为了孩子的颜面也会守住这个秘密。看来只能按母亲说的办，为了全家人的性命，生孩子这件事必须越快越好。在想什么？景王突然问我。糕点很好吃，我脸微热，很怕心思被他察觉，忙换了话题。七殿下今儿还来吗？景王皱了皱眉，夫人喜欢七弟，他古灵精怪，很可爱。哦，会来吧，他道。下午七皇子踩着饭点来的，一直黏着我说话。下棋，晚上还闹着要在院子里散步。王爷行动不便，散步就算了吧，我不想太累，还是要留存着体力到夜里。夫人，我行动没有不便。景王起身，从善如流，走吧，散步。我惊讶地看了一眼景王，我和嫂嫂牵着二哥呀。七皇子道，这样就不怕他摔了。3个人散步，左一圈右一圈，半个时辰后，七皇子开始喊脚疼。二哥，我走不动了。景王喊冒员来，送他回去。七皇子瘪着嘴不情不愿地被抱走了。夫人，我不累。景王道，继续。好。我没想到景王对散步的兴致如此高，只得继续牵着他在花园里走着。但我很想早些回去歇着，今晚要圆房，他身体本来就不好，如果太累了肯定会有影响的。
夫人在想什么？景王忽然问我，怕王爷累了。我含笑道，要不我们回去歇息吧。景王偏了偏头，视线仿佛真的落在了我的脸上，还带着一丝探究。我又心虚起来，忙换了话题。走到最后，累的人不是景王，而是我。洗漱过后，我强撑着精神，王爷歇息吧。我将他的枕头放在床上了，但可惜他看不到，所以只能用言辞暗示他。好。景王倒茶喝，我忙躺在了床里面，但也就眨眼的功夫，我竟睡着了。早晨醒来，景王不在。秋菊，我忙下床，掀开被褥，看着干干净净的床懊恼，好像没圆房。那怎么办？秋菊和我一样大，不懂这些事，早知道问问母亲了，圆房要做些什么。奴婢悄悄去府外找婆子打听，我觉得可以，不懂就问，总不是坏事。中午秋菊回来的时候，提着一兜子泥鳅，一脸神秘地告诉我，那个老妈妈说男子吃这个好，今儿新买的，王爷多吃些。晚饭时，我给景王夹了几块泥鳅，他吃了一筷子，挑了挑眉，怎么想起来买此物？景王这话问的是王嬷嬷，是秋菊姑娘拎回来的，夫人吩咐厨房烧了给王爷吃。王嬷嬷道，王爷素来没吃过这种污秽物，不如奴婢端下去吧。王嬷嬷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她明显知道泥鳅的功效，不知道景王知不知道。我忽然有些懊悔，今天让厨房做这一碗泥鳅，表现得太心急了。我低头喝汤，脸红得不敢抬。无妨，味道很好。景王又望向我这边，多谢夫人了。我扯了扯嘴角，用过午膳，我本打算去休息，景王却是在树下泡了壶茶，许久没有练剑，夫人可想看？我一怔，好端端的怎么想起来了练剑了？不是说身体不好吗？景王取了剑舞起来，他的动作很漂亮，行云流水一般。我想起先前他为失明时也是文武兼备，才华出众。父亲有一次喝了些酒回家，与我们说景王就是因为太过于出色，风头越过了太久，才被人下了毒药。我轻叹了一口气，生在皇家虽锦衣玉食，可烦的是担的责，承的风险也比我们寻常人多。景王歇下来，我端着茶盅过去，我让人给王爷烧些热水，洗一洗吧。有劳了。景王颔首，和我一起坐在树下。他忽然问我，过几日是你生辰了吧？想怎么过？我都忘了，没想到他记得。吃碗长寿面就好了，小生辰不打紧。景王没再说什么。回了房里，他去沐浴，我发现他换洗的衣服还在外面。我开门喊茂元，平日都守在外面的他今儿竟不在，我送进去。我在进室外踌躇，都没圆房，他会不会觉得我轻浮？进室里没动静，我一咬牙还是敲了门，王爷，我将您换洗的衣服送进来。他没有立刻回我，这一瞬我已经懊悔自己太冲动，但不等我反应，他已经低声道，有劳夫人。我深吸了口气，推开门，景王正背对着我，坐在浴桶里，高出浴桶的肩宽挺，皮肤似乎也很好。我胡乱看了一眼，忙收回视线。夫人，景王声音轻轻柔柔的，衣服放在我手边就好。是。我垂着头过去，心跳得厉害，正要退出去，景王忽然道，夫人慢些。不知是不是我错觉，他的声音似乎还透着笑意。我更窘迫了，连应他都不敢。他出来，手里拿着帕子，到处找我。夫人，我在。我正打算找借口离开，可他喊了我只得应。他道，劳驾夫人帮我喊王嬷嬷进来。我顺口问道，王爷是要做什么？他晃了晃手里的帕子，又指了指头发。我心头一热，我帮你擦。他笑了起来，笑容轻快而明亮。好啊，有劳夫人了。景王的头发很好，顺着梳下来如缎子一般。我有意和他说话，想着彼此更熟悉一些。王爷平时起居都是王嬷嬷伺候吗？王嬷嬷和茂元伺候。景王有些烦愁，王嬷嬷年纪大了，前些日子说要去乡下荣养，茂元也要成家。我打算再挑2个人近身伺候，夫人也帮我留意着。景王道，王嬷嬷才40，就要荣养了，到底是王府，待遇宽厚多了。哦，我琢磨了一下，那让王嬷嬷去荣养，房里近身伺候的事，我也可以做些。这样的话，我就能和她迅速热络起来了，那圆房就顺理成章了。景王顿了顿，偏过头来，照顾我会很辛苦，我们是夫妻，就算辛苦也是应该的。我低声道，何况王爷都能自理，我瞧着也不辛苦。景王一时没有说话，过了许久，我以为他不再开口时，他忽然道，好，那就暂时不找人，辛苦夫人了。景王的老嬷嬷好像早已迫不及待地想离开王府。中午我和景王还在聊着，傍晚他就匆匆收拾包袱来给我告别了。我有些疑惑，怎么这个时机这么急，一夜都不愿意多待。不过和他也不算太熟，便没多问。嬷嬷辛苦了，照顾景王这么多年，我让秋菊给他赏了些银子，王府永远是您的家，随时欢迎回来。嬷嬷哽咽着说道，王爷从出生就是我照顾的，他的每一个喜好我都细心记在了册子里。他把那本册子交给了秋菊，往后就辛苦王妃了。怪不得他这么急着走，原来下午都在忙着记录景王的喜好。嬷嬷走时还不时回头，像是舍不得离开。我刚准备安排晚饭，茂元就来找我了，小人要回家结婚，前后要半个月才能回来。我一听完全愣住了，这婚期刚定吗？他有些尴尬，
其实去年就定了。我也没再多问，给了他一些赏钱，叮嘱他尽早回来，景王身边少不了你。茂元有些委屈地看了我一眼，点头离开，走时还小声嘀咕道：这么急，我去哪儿找个新娘子？我没听清，问了句什么？他赶紧摆摆手，没事，小人告辞了，然后就小跑着走了。他们一走，景王的近身事宜几乎全落在了我头上，连书房里的信件代笔我都得亲自来。我有些迟疑，这些事我能做得好吗？景王笑着说：我记得夫人姐妹可是京城中的才女哦。我只好硬着头皮坐下，开始帮他读信，写回信。陈大人的信，景王顿了顿，你就回信告诉他，若他想回京，最好等梅雨过后再走，以免洪水影响他职责。夫人喜欢吃鲜花饼吗？我摇了摇头，那就让他寄些鲜花饼，顺便再送点新款的料子和女子耳环。刘兄现在在塞外了。景王轻叹道：你回信说我一切都好，祝他平安。我点头应是。夫人喜欢吃牛乳糖吗？他忽然问。没吃过。那让他捎些回来吧。我有些愣住，手中的笔顿了一下。王爷真的不必这么麻烦。我小声道：京城里什么都能买到。我心里不免有些难过，这一切的好意恐怕是错付给了我姐。景王突然走过来，低头在我面前微笑。方才夫人还说我们是夫妻，不必这么客气的。我不禁失笑，我多想了。他又抬头，夫人要不要出去走走？近日牡丹园的花开了，我陪你去赏花怎么样？往年我和姐姐都会去赏花，今年却没那么想去，我怕会碰到熟人，怕他们认出我们，但我又不想错过和景王相处的机会，毕竟时间越久情感就越深。牡丹园并不近，我们一起乘坐同一辆马车。到了牡丹园时，来的人还不算多，我戴着帷帽，牵着景王的手，漫步在花丛中，心情也随着这花香变得轻松愉悦。这是陆九，我边走边介绍花卉。这是雄红。景王虽然看不见，但他听得异常认真。那我们家养的那盆是什么呢？家里的是鼠菇。我笑着回答。夫人真细心。景王笑道：明天我让人再为家里添些花卉，夫人闲来无事可以赏花。说到牡丹，我也忍不住来了兴致。真的吗？那我还能再养些茶花吗？景王似乎也被我的兴致感染。夫人，王府是你的家，你就算想养牛也没人敢说什么。我忍不住笑了出声。那我真的养牛了，那我就给你建个牛棚。我笑得不行，而景王也跟着笑，突然停顿了一下，说道：不过牛棚的确有点臭，不如给你建个花房吧。花房太好了，我一直想要。他微微抿嘴笑了笑，眼中带着温暖的光。我在娘家时就渴望有一个花房，但家里空间狭小，一家人住在一起都很挤，哪里能腾出地方来养花弄草。景王偏头看着我，似乎也被我的开心感染。夫人还喜欢什么花，我都帮你找来。我一时兴起，列出了好几种花，又突然想到，如果能弄到六角红就好了。巧了，我朋友有。真的？当然。我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，抱住了他。谢谢景王。他身体微微一僵，虽然没有回报我，但脸上的笑容依然温暖。我也被他带动，心情更加愉快。突然我又想到了顾长风，如果我嫁给他，估计连个花房都没有，因为他家的园子小得可怜。想到这里，我又清醒过来，意识到我如今顶着欺君的压力，还在庆幸能嫁进王府，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花房。夫人不高兴了吗？景王突然问。我愣了一下，惊讶于他的敏锐，虽然看不见，但他似乎能感受到我的情绪变化。我正准备解释时，突然有人喊我：婉熙，婉熙，今天好巧，居然在这里碰到你了。是姐姐的好友李诗涵，她父亲在督察院任职御史。李诗涵以前常来找姐姐，但对我并不热络。我才意识到，刚才不自觉地握紧了景王的手，心里一紧，急忙松开，转过身，模仿姐姐的语气和顾长风打招呼：给景王、王妃娘娘请安。李诗涵的性格像姐姐一样直率，她行完礼后直接找我说话。第一次见你戴帽子呢。我笑了笑，太阳大，遮一下。李诗涵看了一眼景王，知道他看不见，便凑到我耳边悄声问道：景王对你好吗？我点了点头。李诗涵压低声音笑着道：嘿嘿，我昨天看到顾长风和你妹妹吵架，真是担心你呢。我错愕不已，顾长风在外面有人吗？他一向自诩高洁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种龌龊事？李诗涵接着说：幸好你没嫁给顾长风，我告诉你，外面他有个相好的，回头你妹妹得为此发愁了。我简直不敢相信，顾长风在外面有人吗？以前你总说你妹妹运气好，依我看，她的运气可不如你。嘻嘻，我勉强笑着回他：顾长风的事我还不知道，带我回家问问父母。才成亲就出了这种事，也太过分了。你问问吧。李诗涵说完，回了同伴喊他的声音。他和我们告辞，走了几步又想到什么，凑上前来：改天去王府找你玩。说着深看了一眼景王，提着裙子跑远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开始发愁，往后还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事，时间长了纸包不住火。怎么了？景王握了握我的手：你妹妹出事了，可要去看看她。我还没来得及去找姐姐，就在牡丹园门口遇到了她。她行完礼后直接拉着我走到一旁：你和王爷怎么在这里？我眉头一皱，疑惑道：我们一早就来了，难道是李诗涵约你来的？姐姐点了点头。我顿时有些火大：你二人又不熟，他约你，你就来。
姐姐有些不服气，我自己也想赏花，去年我都来，今年难道不行？我气得都快发抖了，捏住她的手腕，拉着她走了几步，忍不住问道：你和李诗涵说过换亲的事吗？我怀疑李诗涵是故意的，她刚碰到我就让人去约姐姐，可她和本该嫁给顾长风的婉如一点不熟，没道理约她。姐姐的目光闪烁了一下，低声道：怎么可能，我连父母和哥哥都没告诉，怎么会告诉别人？16年的姐妹情，我很清楚她的每一个眼神，都能知道她在想什么。我咬紧牙关，沈婉兮，如果不是人多，我现在就扇你一巴掌。姐姐挺着腰，梗着脖子，毫不退让。你现在当了王妃，就敢这样对我？试试看。她的脾气就是这样，一旦发作，谁说什么她都不管。我顿时头晕目眩，怒气冲天，忍不住嘶吼道：你真是疯了，这是欺君，欺君你懂不懂？我哽咽着，心头满是压抑。你想想父母，想想哥哥，想想小弟，我求求你清醒一点行不行？他沉默了片刻，低头不语。我知道他听进去了，便缓和了语气：快回家，别再乱跑了，在我哄好王爷前，你不要再出门。知道了，烦死了。他不耐烦地瞪了我一眼，然后气呼呼地离开了园子。他走了，我的心情却依然没有平静下来。我四下张望，果然在廊下看到一抹茜红裙摆一闪而过，心头猛地一沉。李诗涵知道换亲的事，知道我是沈婉如了。我立刻让秋菊来，交代他去找我哥哥，让他尽快想办法管住姐姐。要是实在不行，就得把她捆在家里。秋菊低头应是，明显也很着急。奴婢知道了。秋菊都能看出急切，我的心头却像是沉入了冰窖。沈婉兮这块榆木疙瘩，真不知道这几年她读的书和学的礼都去哪儿了。夫人，景王突然喊我，我赶紧回过神，走上前去，握住她的手。妹妹问我一些事情，我和她聊了几句，让王爷久等了。景王微微一笑，无妨。我们一同上了马车，景王一直没有松开我的手。我看着车外的街道，心里满是烦恼。姐姐的脾气是关不住的，可我怎么办？我低头，心里叹气。如果真有了孩子，也得等2个月后才知道。如果这2个月内李诗涵揭发了换亲的事怎么办？到时候王爷还会原谅我们家吗？景王低声问道：夫人，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？需要我帮忙吗？我轻描淡写的回答：没什么大事。他却依然温柔地看着我，有事就和我说，我们是夫妻，无论大小事都应该一起商量，一起面对。他的声音让我的心一软，差点就把换亲的事情告诉他，但我还是忍住了，再等一等，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办法。景王办事的效率一直都很高，我选好了建花房的位置，工匠们很快就开始动工了。我和景王一起忙碌着，每天讨论细节。渐渐的，我发现我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，不管提什么样奇怪的想法，对方都会很支持。这里挂一幅画怎么样？我问。好啊。门口再挂个薄纱帘子。我点头。风吹帘动，花香扑鼻，再泡壶茶，坐在这里真是别提多舒服了。妙！我们都笑了起来。2天后，兄长中午来找我，他说姐姐最近很乖，整天待在家里没有出门。哥哥还告诉我，顾长风外面的女人已经处理好了，是他几年前的风流事，彼此有几分情谊，没酿成不可弥补的错，你就放心吧。他的意思，顾长风没有和那女子有夫妻之实，所以断了就断了。哥哥似乎不太好意思问我关于夫妻生活的事，但眼中那丝担忧却显而易见。我们相处得很好，我轻声说，只是还没圆房。他看不见，我少穿些也诱不了他。言语上我也暗示了一次，可他不知是没有听到，还是不愿意，总之没有回应。我总不能生扑他，而且我也不会。他眼神一顿，沉默了片刻。哥哥，我突然低声道，你悄悄帮我请个花娘，教我怎么做吧。兄长敲我的头，不行，你是我们沈家的千金，怎么能沾那些人？即使死了，我们也要堂堂正正。兄长怅然而去，我重重叹了口气。夫人，景王在园子里喊我。我忙过去。景王问道，小沈大人走了？我应是。他问我是为了顾家的事？不是，他就是来看看我。我打岔，王爷，我们去看看木料吧。他脸上有失望之色，但也没有追问。花房开工的第7天，宫里派人来请宁妃，邀请我和景王进宫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宁妃，但姐姐曾见过她一回。那次姐姐回来就心情不佳，说宁妃为人刻薄，不喜人撒香粉，竟当众训斥了她一番。对宁妃的性格我有所耳闻，的确脾气不好，而且母子感情也不好。我还听说景王在失明2年后，每年节时才会进宫问安，平时既不管朝政，也不入宫。当我们进入永寿宫，我见到了宁妃，她果然很美，但眉眼间透着一种不易接近的锋利。坐吧，脚伤好了？她问我。我点了点头。宁妃招手让我坐到她身边，带我坐下。她细细打量了我一番。本宫觉得你今天和上次有些不同。我心中一紧，心想自己是不是变胖了些，连忙答道，可能是胖了些。我今天特意学姐姐的样子画了眉眼，宁妃只见过她1次，就能分辨得出吗？和胖瘦无关，是眉眼看起来乖顺了。宁妃道，这样好，看着顺眼多了。我忙应是。宁妃目光一转，忽然问道，你们吵架了吗？她的视线扫向了景王。景王接话道，我们很好，不劳母妃操心。
宁妃却意味深长地盯了我们一眼，冷冷地说道：“那怎么还不圆房？是你不行，还是他不愿？”景王脸色一沉，语气也变得冷淡：“您管得太多了。”说完，他站起身来，伸出手：“夫人，我们走。”宁妃顿时提高了声音：“季荣红，本宫话还没说完。”景王毫不理会，直接朝我伸手。我没想到他们母子会争吵，忙起身跟上景王。宁妃却怒道：“让他走！景王妃留下来，本宫话还没说完。”我左右为难，景王的声音突然冷了下来：“是我不行。”他又看着宁妃，沉声道：“您还想知道什么？”宁妃猛地站了起来。永寿宫里的嬷嬷迅速关上了店门，窗户也一并掩住。宁妃站在景王面前，冷冷地道：“眼睛不行，身体也不行。太子都有4个儿子了，你就不能争点气？”景王冷笑一声，眼里闪过一丝不屑：“你眼睛怎么瞎的？你不追查不报仇也就算了，可你现在成亲了，连圆房生儿子都不敢。”他的声音愈发尖刻：“季荣红，你太软弱了，简直是孬种！”我愣住了，完全没想到宁妃会这么认为景王不圆房的原因。景王冷冷地道：“随您怎么想吧。”他的声音不但冷冽，还带着一股失望，让我心头一紧。我赶紧上前握住了他的手，想要给他一些安慰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回握住了我的手。宁妃的声音再次传来：“给你们3个月时间，你要怀不上，本宫就给他纳妾，1个不行就10个，10个不行就100个。”我张了张嘴，却没说话。我再说一遍。景王缓缓说道，一字一句地道：“我的事，我自有主张。”他拉开门，带着我出了永寿宫。走到外面，阳光洒在我们身上，我感觉到全身的暖意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景王和宁妃的争执，下午太子便送来了请柬，邀请我们参加他第4个儿子的满月宴。我准备了礼物，却问景王是否能不去。景王漫不经心地道：“我也不去，礼物送去就行了。”我松了一口气，又让秋菊去给姐姐送信，让她不要和顾长风一同赴宴。下午太子府的管事亲自来请，景王依然拒绝，管事不悦地走了。第2天，我收到了消息，姐姐还是跟着顾长风去了。我气得抓住秋菊的手：“她疯了，你赶紧去找她，让她回娘家。”我回娘家等了许久，姐姐却始终没回来。我记得拿着最喜欢的花瓶，母亲抱着我哭了起来：“娘下午去找她，替你打她一顿。”娘，我道：“她到底什么脑子？她是不是想我死？”“什么我想你死？”姐姐冲进来，太子下了请柬，邀请我们夫妻去，我能不去吗？我情急之下扇了她一巴掌。姐姐也恼了：“你又打我，你当我不敢还手吗？”母亲和秋菊合力将我们分开。我挽起衣袖，露出了手臂上的疤痕，忍不住怒道：“你是我姐姐吗？你胡闹换亲，闯下这么大祸，我还在帮你善后，你就不能想一次我吗？这道疤你忘了吗？”姐姐正在原地，脸上的怒意瞬时散了。她低声道：“我忘了，我真的忘了，你应该早提醒我。”我气得坐下，心头满是愤怒。这道疤是太子用剑划的。成亲那夜，景王问我怎么知道他脾气好，我说那次在丈和园吃饭，伙计粗莽将汤泼在他身上，他也没有生气。那天我和姐姐也在。那天太子喝醉了，路过我们雅间时，看见了我便见色起意，上来拉着我用茶盅砸了他，他拔剑杀了我。幸好景王正好路过，虽然他看不见，但听到太子的声音便喊道：“皇兄也在这里。”太子怕景王知道他在胡闹，收敛了怒意：“你怎么在这里？”景王尴尬地解释道：“伙计不小心泼湿了我的衣裳。”景王有些狼狈地扯了扯湿漉漉的长袍：“皇兄和谁在一起？看着挺热闹的。”太子打量了一下景王湿漉漉的衣裳，见状放下了戒心，随手丢下了剑，假装什么都没发生，和景王一同离开了。我终于解围，从后门悄悄回了家。太子那天醉了，大概不知道我是谁家的姑娘，又或许是知道我身份，但不想事情闹大，坏了自己名声，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。可我心里恼恨，姐姐和家里都是知道的，你又怎么肯定太子看到你的脸不会想起那天的事？我问姐姐，我说我错了，姐姐也哭了起来。而且昨天我没见到太子，女眷和男子那边是分开的。姐姐想到那天的事也害怕。沈婉熙，我希望你长点脑子，现在我们每一步都如履薄冰，你不为家里人，也为自己想想。姐姐咕哝了一句，其实我也后悔了。我和母亲都看着她，她垂着头哽咽着，顾长风不是良配，在外面有女人，为人也不如她表现的那样端方。早知道她是这样的人，我肯定不会换亲。她嘀嘀咕咕的，我想和离，可又觉得没面子，而且我不想让她好过，就算和离我也要整死她。我和母亲目瞪口呆地看着她。你应该感谢我换亲。她瞪我一眼，要是你嫁过去，肯定会忍气吞声，天天被她欺负。所以你也别恨我，我们扯平了。母亲遣了家里的管事，跟着姐姐回婆家去了。管事日日给我回禀姐姐的事，她乖了3日没出门，但也就3天，她就应了李诗涵的拜帖，请李诗涵去家里玩。我让管事警告了姐姐，姐姐不以为然。又隔了1日，管事来回我，姐姐和顾长风吵架，挠花了顾长风的脸。姑爷养在外面的狐狸精有孕了。管事叹气，大姑奶奶不同意姑爷纳妾，2个人先争着，后来就动手了。我越听越头疼。你没提醒他，让兄长出面，才成亲，顾长风就纳妾，这是没将沈家甚至景王府放在眼里，所以兄长出面是可以的。大爷主动找的姑爷
姑爷本来答应了，可大姑奶奶也不知道想什么，竟让人给那狐狸精下药。姑爷知道了，说大姑奶奶歹毒，气说一定要将狐狸精抬回房里。我听着一愣，姐姐上门去打人是她的风格，但下毒这种事她想不到。我皱眉，她哪里弄到的那种毒？这种毒只有花街柳巷才有，正经人家弄不到。管事摇了摇头，说他也不知道。你去告诉兄长，让他注意李诗涵，这个毒10之8九是他给姐姐的。我顿了顿，低声道，也不要让李诗涵和姐姐见面了。管事因事而去。夫人，景王进门来，我收了心思过去迎着他。他皱眉，手怎么这么凉？我扶着他坐下来，天气热了，想让人起冰放房间里。景王顿了顿，没说话。怎么了？我问他。你可有事和我说？他问我。我鼻尖发酸，又气又觉得委屈，可我猜不到他知道后的反应，我担不起这个风险。我没事。景王松了我的手，神色淡淡的喝着茶。我也不知道说什么。过了一刻，他却叹了口气，放下茶盅，摸了摸我的头。我们是夫妻吗？不知为什么，我的委屈在这一瞬被放大，忍不住哽咽起来。是，你说是就行。他将我拉进怀中，轻轻拍了拍，别怕，活不了多久了。我心头一跳，但景王却没有再多说。2日过后，是我和姐姐的生辰，我收到了李诗涵的礼物和拜帖，我拒绝了他。查到了吗？我和兄长见面，他李家就没有把柄吗？我们要未雨绸缪，防止李家拿这件事做文章。有，兄长道，只要他家敢说出去，我和父亲就能立刻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。我点头。你先将母亲和小弟送去江南，我准备这几日就和王爷坦白。行，我和父亲以及兄长都觉得事情不能再瞒着了，无论王爷怎么处置我们都认。但没想到过了2日后，李诗涵的父亲徇私枉法的事就被揪了出来，他获罪判刑，李家人也举家迁离了京城。我们全家都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，也太巧了。兄长咕哝着，不用我们出手了。我总觉得怪怪的，就端午节的时候说吧。哥哥和我道，你们回家来吃饭，我们全家一起向王爷道歉，求他原谅。母亲道，我见王爷对阿如不错，可能王爷不会追究。我也同意了。端午节那天，我回娘家送节，又在后院遇到了顾长风，他拦着我说他后悔了，姐姐脾气暴躁，不如我稳重聪明。宛如，我知道你和王爷还没圆房。顾长风道，王爷本来要娶的也是沈婉惜，你不如和你姐姐调换回来吧，只要换回来，一切的矛盾和危急都迎刃而解了。我不敢置信地看着顾长风，你不愿意和王爷圆房，不就是为我守着吗？顾长风想上来拉我的手，眼里浓情蜜意。宛如，别怕，只要换回来，你害怕的事就没有了。顾长风，我捡地上的石头，胡乱地砸他。你的圣贤书都读到狗肚子去了吗？你将我沈家当什么？将我们姐妹当什么？顾长风的头被我砸破了，流了一脸的血。秋菊，去喊我哥哥和父亲来。我指着顾长风，气愤地说道：今天不让他给我姐妹道歉，我们就同归于尽。喊什么父兄，我们姐妹今天就能整死他。姐姐气急败坏地跑过来，沿途抓起一根竹竿，照着顾长风的头狠狠抽了下去。考个状元就以为骨头轻了，你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的嘴脸，敢在我家撒野！今天要是不打死你，我就不是沈婉惜。姐姐气得满脸通红，追着顾长风四处跑。顾长风擦着满脸的血，慌乱地在院子里逃窜。看着他们的样子，我实在憋不住，扑哧笑了出来。但一转身看到不远处的景王，我的笑容瞬间消失了。王爷，我低声说道，心里竟然莫名一紧。我坐在景王面前，心虚地端了一杯凉茶，战战兢兢地递了过去。他并没有接，只是依旧绷着脸盯着我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我低声道，要杀要剐随您处置。尽管这样说，可还是挨着他坐，小心翼翼扯了扯他衣袖。他终于轻轻放下了茶盅。刚才砸到顾长风了吗？我愣了愣，点了点头，是，砸到了一次。他的关注点真是有些奇怪。准头不行，下次我带你练。我愣了一下，忙点头，猜测着他的心思。他依然保持着冷峻的表情，声音低沉，没嫁给他，你很难过吗？我摇了摇头，没有，我庆幸呢，庆幸嫁的是王爷，而不是他。他嘴角微微一勾，似乎不信。真的，真的，千真万确。我急忙顺着话茬爬上去，握住了他的手，补充道，我喜欢王爷的。他嘴角扯了扯，露出一丝微笑，但又迅速收回了笑意。我没察觉到你的喜欢。我问了你多少次你有什么心事，你都不说。我没敢说。你不是说不怕我吗？他挑眉，也不是怕，就是心虚。我低声道，对不起，王爷，你能不能原谅我们？他拍开了我的手，但力道并不重。我听说成亲前你是喜欢顾长风的。我顿时心虚，低声道，也没喜欢他，只是定亲后对未来有些幻想罢了。王爷不也喜欢姐姐吗？我悄悄嘀咕道，我还担心你心意错付，更恼羞成怒呢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出来。我什么时候喜欢你姐姐了？我有些不甘心地低声道，你本来要娶的是她，对我好不就是对姐姐好吗？他露出一副哭笑不得的表情，挑了挑眉，你什么时候听我喊过你惋惜？我摇了摇头，的确没有。所以你从第一天就知道了。我看着他，忽然有些明白了什么。那你不说出来，
说了之后你就得换回去，好成全你和顾长风吗？他反问我，语气冷冽。我愣住了，脑袋瞬间一片空白。你为什么这么想？我问完，忽然想明白了，他是王爷，如果知道了错嫁的事，以他的身份肯定要做出个决断的。可将我姐妹换回去，他肯定不行，毕竟姐姐和顾长风但被我们全家戏耍，他能忍他的身份也不许他忍，所以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装作不知道，默默接受这桩婚姻。可这个方法得有个前提，就是他不反感娶的是我。所以我忍不住问道，你娶我还是娶姐姐都无所谓吗？我问他，你知道我是宛如就欣然接受了。说完，我觉得心里有些酸涩，难以言说的情绪涌上心头。景王转过身来看着我，声音低沉，你认为我是娶谁都无所谓的人吗？我摇了摇头，那倒也不是。可是我还是有些疑惑，那你的行为逻辑就说不通了。你既然在乎娶的是谁，怎么知道错娶了还默不作声？除非他从一开始想娶的就是我。景王忽然站起身来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去吃午饭。他径直走向门口，迈过门槛，踩着台阶下去。我跟着他走了10几步，忽然想到了一些事。站住！我快步拦住了他。他停下了脚步，面无表情地看着我。二小姐，有什么吩咐？我不自觉地牵了牵自己的衣袖，突然觉得有些不安。我今天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衣服？他走得很顺畅，我怀疑他看得见。我对他也开始产生了些许质疑。我是瞎子，他耐心地对我说，我看不到。我在他面前挥了挥手，他并没有任何反应。真看不见？我低声问。他拉住了我的手，温和道，走吧。姐姐和顾长风已经回了顾家，我将景王知道换亲的事告诉了家里人，父母和兄长纷纷跪地告罪，景王宽慰了一番，这件事就这么接过去了。往后王妃就是宛如，这件事我们一定守口如瓶。母亲低声说道。回去后我依旧怀疑景王骗我，他下午走得太顺畅了，完全不像个瞎子。王爷，我去沐浴。他轻嗯一声，坐在桌边慢悠悠地喝茶，毫无反应。我洗完出来，有意只披了一层薄纱，在他面前晃来晃去，他依旧无动于衷。我气不过，端着凳子坐到他面前。王爷，我凑近看他，你真看不见吗？他依然没什么表情。我不信。我又悄悄褪下外衣。他面无表情，可耳尖和脸颊却肉眼可见的红了。又过了一刻，居然鼻血直流。我瞪大眼睛，不可置信地盯着他。景王一言不发，起身快步进了静室。景王，你给我出来！我开着门，把话说清楚。门内传来他闷闷的声音，你先把外衣穿上。我早穿好了，你当我是傻子？门打开了，我们视线一对上，他又别开眼去。我冷笑，王爷，你眼睛装得挺像，可惜鼻子出卖了你。他咳嗽一声，掩饰尴尬，还不承认？我也没想一直瞒你。他软着声音说，只是时机未到。我被他气笑了。他伸手帮我把衣襟拢好，轻声道，这下我们算扯平了。我怎么觉得没扯平？我眯着眼，今天上午在我家的事你还没解释呢。他东张西望，又端起茶盏喝了一口，就是不接话。既然你在乎娶的是谁，那当初掀开盖头发现是我时，为什么不说话？他拨弄着茶盏，嘀咕着，见过有钱的人满大街嚷嚷自己发财了吗？什么？我盯着他，你再说一遍。他突然熄了灯，低声道，夫人，早些歇着吧。我不。我推着他，我脾气很坏的，下午捡石头砸顾长风你也看到了，我一样能砸你。他直接吻住了我，一时之间我呼吸一滞，腿一软，只能由他抱住。许久后，他在我耳边低语，先前天天暗示我，又买些泥鳅给我滋补。他叹气，可我又怕你只是委曲求全，不是真心想跟我。你不知道我多辛苦，小骗子，如今我的秘密你都知道了，我绝不会再放你离开。我捶他，可根本撼不动他。季荣红，呜。第二天醒来，睁眼就看见景王那张脸。我瞪了他一眼，他立刻认错，夫人，我错了。错哪了？错在不该食髓知味，累着你。我被他气笑，他抚上我手臂上的疤痕，眉头一皱。我忙用衣袖遮住，拉着他起身虚猛站。从这天起，我们之间再无隔阂。他就是一副原形毕露的样子，在没有外人时，他话多还粘人；一旦有外人在，他立刻变得手不能提，肩不能扛，什么都需要我帮忙。秋菊背着景王，小声对我说，王爷每次见到您，眼睛都亮得跟星星似的，要不是装瞎，早被人看穿了。毕竟哪个瞎子能眼睛这么亮？我哭笑不得。转眼入了7月，花房终于建好了。我和景王每日都忙着种花弄草，生活过得惬意。直到宫里突然送来了请柬，皇后要为太子的第4个儿子办百日宴。其他皇子皇孙也办过吗？我觉得这个宴会理由有些说不过去。没有，太子自己当年都没办过百日宴。景王淡淡道，我们不去，家里的花花草草需要照顾。我心里一暖，抱着他笑道，对啊，我们的花花草草离不开我们。这天我们真的在花房里赏花品茗，不过挂在墙上的画从名家大作变成了我和他的桌笔。茂元终于回来了，但没成亲。怎么回事？我奇怪地问，之前不是说的好好的？
茂元尴尬的挠头，王爷催得太急了，小人没找到合适的人。我瞪了景王一眼，景王握住我的手，语气懒洋洋的，有什么事说吧。茂元咳嗽一声，正色道，宫里出事了。什么事？景王依旧语气平淡，皇上喝了太子进的茶后中毒，说太子谋逆，要废了太子，太子被关进宗人府了。景王神色淡然，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我震惊地看着这对主仆，这么大的事，你们怎么聊得这么随意？茂元讪讪地摸了摸鼻子。更让我惊讶的是，没过几天，太子在宗人府闹脾气，打翻了油灯，结果点燃帐子，起了大火。太子被困在火里半刻钟，等救出来的时候，人已不行了，治了2天就去了。朝堂里闹得腥风血雨的，但和景王府没什么关系。景王参加了太子的葬礼就回家了，回来后府门一关，继续陪我种花。看着他悠哉悠哉地修剪花枝，我忍不住问，你就不关心皇位争夺？他慢悠悠地吹了吹剪刀上的花谢，淡淡道，皇位哪有我夫人重要。9月的时候，顾长风身败名裂，姐姐和他办了和离，他闲来无事便来景王府找我，说一个人在家无聊，邀请我去外祖家住几天。我正躺在花房外晒太阳，景王陪着赵元正过来，我睁开眼看着他们，怎么了？谁病了？下官给王妃请个平安脉。恭喜王爷。王妃？王妃这是喜脉，有2个月了。赵元正笑着道。我一下子清醒了，难怪最近一直嗜睡，原来是又有喜了。才2个月，是不是不能到处乱跑？景王问赵元正。是啊，赵元正一贯心思玲珑，多休息，多和孩子、父亲在一起，这样有利于胎香稳固。景王颔首，有劳了，改日请你喝茶。不敢不敢。赵元正笑眯眯地走了。我靠在椅子上，似笑非笑地看着景王。赵元正可真是个妙人，是个妙大夫。景王蹲在我面前，摸了摸我的肚子。大夫的话你要听。我戳了戳他的脸，瞪他。晚上，宁妃送来了生儿子的秘方，还附带了7皇子许多小衣服，说让我压在枕头底下，保准生个儿子。景王一股脑儿地塞进箱子里，别听他的，生了儿子也不听娘的话，还是女儿好，乖巧。好啊，不听娘的话就生女儿。他轻笑。母妃和皇后是堂姐妹，她们在娘家时就不和，嫁入太子府后更是处处较劲，但母妃总是输的那一方，直到我出生，她才扬眉吐气。小时候为了让母妃高兴，我事事都要压太子一头，可长大后便懂了，太子是太子，我若不觊觎皇位，与他和睦相处才是上策。后来我渐渐收敛，不再听母妃的话。母妃不高兴，但她拿我没办法。几年后，她对我失望，又想方设法生了7弟。7弟出生后，我自在了许多，太子却不愿放过我，竟对我下毒。我虽未中毒，却顺势装成眼盲。太子果然消停了，我也落得清静。年底那天，我和朋友去丈和园吃饭，听到太子在隔壁发酒疯，还有女子压抑着恐惧的怒骂声。我本不想管，但还是泼了自己一身汤，假装路过那间房门口。那小姑娘14、15岁，生得娇滴滴的，明明害怕，却仍倔强地与太子对峙。我替她解围，坐在马车里，目送她匆匆上了轿子，才离开。茂元说那是沈府的2小姐，沈府双叔在京中颇有名气，姐姐泼辣，妹妹沉稳。姐姐喜爱结交朋友，妹妹却不常外出。我原没多想，偏偏父皇不问我意思，直接赐婚，我娶沈家大小姐，2小姐则赐给了新科状元顾长风。我悄悄查过，2小姐似乎对顾长风有几分情意，但顾长风风流成性，他自诩风流雅士，在外面拈花惹草，一身风流债，2小姐的性子嫁过去定会吃亏，所以我觉得她嫁给我比较合适。正当我筹谋时，沈大小姐竟暗中与顾长风来往，于是我顺势助了沈大小姐一臂之力，但我又不放心，怕2小姐太喜欢顾长风而伤心难过，将来嫁给我又怨我坏她姻缘，于是2次造访沈府。她似乎并没有多喜欢顾长风，多半是少女懵懂的心思，有些期待却还不知情为何物。这种情谊遇到更好的人，很快就会忘记。于是我按着2小姐的喜好布置新房。成亲那天，沈大小姐顺利进了顾家花轿，2小姐则入了王府。揭开盖头的瞬间，2小姐的表情让我心疼，被亲人背叛的感觉不好受。可我不能说不等那边木已成舟，若顾长风厚颜无耻的闹着要换回去怎么办？若闹开了，我可以训斥他们一顿，然后留下2小姐不再追究，但皇家脸面不容许我如此，所以我只能装作不知。2小姐很有意思，大概是想早日圆房，怀上孩子，她竟天天给我滋补，是怕我身体不好。我舞剑给她看，她果然看出来了，我的身体好得很，完全没问题。2小姐被人威胁了，那李家女子实在烦人。我原以为2小姐会向我求救，但等了几日，她只字未提。无奈我只能主动出手。李家女子一离开京城，2小姐果然心情大好，每日笑脸盈盈。2小姐娇滴滴的，喜爱花草。那日牡丹园里，她欢喜的模样让我恨不得将天上的太阳也摘下来捧给她。2小姐也凶，打她姐姐，捡石头砸顾长风的时候，虎着脸凶巴巴的，但她从未凶过我。那日看着顾长风被砸得头破血流，我心情极好，我就说2小姐怎么会看上顾长风那种人？我等不及了，
故意让他发现我的心思。看他小心翼翼地拉着我的袖子，我本就没有气，这下连装都装不下去了。那夜，我们终于圆房了。等了这么久，他只是心里焦灼，我却是身体和心理双重煎熬。不过他手臂上的那道疤很刺眼，是时候清算太子下毒之仇了。让了他这么多年，我不想再让了。二小姐很高兴，柔情小意地跟在我身后。她高兴，我便高兴，只要她高兴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至于太子之位，我得问问二小姐的意思。若她想做太子妃，那我就争一争。